我最近特别馋那种满是汤汁的蟹黄汤包，但是哈尔滨没有专门卖这个的饭店，所以我买了35斤螃蟹，打算试试这玩意儿在家能不能做。算上之前做蟹黄面，这已经是我们第2次和螃蟹打交道了。我算是发现了，扒螃蟹这活的真不是人干，而且现在螃蟹特别肥，扒的时候很难忍住不吃。我们为了能互相监督，还线组了一道流水线，并且确保每个岗位都多少有点油水。但就这，我们还是出现了一些意外损耗。我低头一看呢，我这裤子还打包了2两。这些是我们7个小时一动没动扒出来的，炒完了一共是6斤6两。我寻思这包上包子不就能吃饭了吗？但是世事难料啊，这包子根本就没个包。这个汤包啊，它讲究一个皮儿薄，所以对手法就有很高的要求。我夯包了一下午啊，翻车了无数回，愣是没得到一个完整的包子。后来我试了一下日食记的方子，它是2叉面粉揉成团之后反复擀压15次。这老高级面粉这么干可太变态了，我一下梦回醒时酥啊。我们擀了2个小时才擀好，然后包完膜给它醒一醒就能用了。到这儿我才明白，合着扒螃蟹是这里他妈最简单的一步啊。但擀完皮儿有点饿了，就寻整口吃的先垫吧垫吧。这箱零食是我从拼多多上抢的，他们最近7周年庆加大补贴力度，出了个零食任意抽的活动。我抽到了自嗨锅、虎皮凤爪、元气森林、乐事薯片啥的。这平时买得花好几百，现在直接白嫖。链接放评论区置顶了，这是粉丝专属入口，链接在就说明活动还在线，你们赶快去试试吧。然后这回的面皮儿就非常筋道了，甚至真的可以吹成个大气球。完包子褶我也不纠结了，爱啥样啥样吧。我决定换个思路，我这顿往里塞馅啊，最小的还包了8两。我寻思这活都干了2天了，还一口没吃上呢，我必须得来一个报复性包法。经过了2天2夜，我这汤包终于要出炉了。得力于日食记的配方，这么沉的馅儿，那包子愣是一个没破。这汤汁吸一口又鲜又甜呢，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用勺吃包子。完这蟹壳让我煮汤了，做了一锅没有科技的蟹粉豆腐，这味儿真鲜呢。然后我算了一下，每个包子最少包了5只螃蟹，光成本就200块钱了，它活该好吃。不过这玩意儿好是好，就是寒性太大了，大半夜的也没敢吃姜，就把夏天做的红糖姜块翻出来了。我怎么也想不到啊，5个月前遭的罪，今天居然享上福了。你说这事儿整的。今天是我奶86周岁生日，完为了热闹嘛，我就直接在我奶家做的饭。就这厨房，米其林来也迷糊，永远合不上口的剪子，分不清刀尖刀背的菜刀，炒啥都粘的不锈钢壁粘锅，比我矮110公分的灶台。这灶台呀，就这么说吧，我他妈切肉的时候差点没给腰闪了。看看我奶家冰箱啊，囤的最多的是肘子罐头，我开了一盒给炖的酥汤。我奶说那罐头就借味儿，肘子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你赶紧炖上吧。完给我妈买鱼买冲了，整2条小红鱼，我说都做上吧，以后我奶就是双鱼座了。我妈还给买馒头，我爷没看明白，昨天吃一个，生生从生日快乐吃成了生日快福。然后今天做的都比较合我奶口，像油焖大虾、广式牛腩，这我奶都恨不得1礼拜吃好几回。但有的菜也不是我独立完成的，我最后炒这个羊肉片啊，喊了2个放风的，因为我奶要是看着了，不但让我放1粒鸡精的。最后煮点海螺，这一桌就这么地了，给我奶家所有能用的碗筷盆全都掏出来了，再多俩人就得拿水杯吃饭了。完吃饭，我弟闹铃响了，我寻思怎么的跟晚上上班了？他说不是，是德物现在有免费送皮肤活动，有机会0元就整一个任意888的史诗皮肤。再一个这不春节嘛，好多数码产品啥的买的也真合适，链接放左下角了，赶紧整皮肤啊宝子们。但我一不留神把那福馒头给吃了，我扒拉我弟，我说你赶紧把这个生日快帮我吃成生快，要不咱哥俩今天就快了。然后今天没给我奶买蛋糕，买了一个冰点，这玩意儿我印象里只有哈尔滨有。这3层是不同口味的冰，就一咬在嘴里爆冰碴那种感觉特别爽。然后外面裹一层巧克力，早些年只做一小块点心那么大。我奶那时候老背着我拎个保温饭盒去买去，这一晃20多年了，我奶现在下楼都得搀着了。我们正回忆的时候，我爷蘸了一块奶油抹我奶脸上了。哎呀妈呀，大年初一呀，让一88老头给撒狗粮了。我前2天买了个石磨，本来寻思给我奶磨磨豆浆还能锻炼身体，但是听信了小人的谗言，买了3斤6两黄豆。这3斤6黄豆可给我仨坑死了。这些黄豆泡了1宿之后得有10多斤，然后这一呆呢最少得磨400圈。我粗略看了一下，这2盆起码得有100袋。反磨出豆浆的时候还挺兴奋的，而且刚开始有劲儿呀，玩的也高兴。再一个最近在家憋的空有一身蛮力，后来磨不动了，我们就上网查石磨怎么用才最好用。有个帖子说拉磨的时候给驴带上
上眼罩效率会更高。我弟亲身试验了一下，确实比刚才更顺滑了。哎呦，我是万万没想到啊，一个天天炖肘子的博主家里居然藏了2头活驴，那真是老话说得好啊，美食博主家人什么都有呢。过程就不细学了，那天直播你们也看了，反正我们3头一共是拉了14-15个小时吧，最后出来这些，然后需要拿屉布给它过一遍筛。我现在就觉着呀，应该把驴列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。反正这个事儿咱们也不道德绑架，但至少可以从5做起。我发誓从今天开始不吃驴肉了。然后筛完了呢，正好是这一大锅，大概40多斤吧。豆渣我也不知道咋吃，就都给刘大脑子解压了，然后就赶紧煮了一锅豆浆。凌晨3点半，我喝上这一口热乎豆浆之后，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14个小时的汗水加上古法磨制的醇香，就我可以这么说，这个豆浆的香气完完全全和豆浆机打出来是一样的。我心态崩了有啊！好在呀，我留了一手后手，反正都这个点了，咱们可以接着做豆腐。豆腐脑出锅还是挺板着的，但是必须得是咸卤。然后就把豆腐脑压豆腐了，我寻思我终于可以歇会儿了。万万没想到，豆腐篓里的水滋溜滋溜冒啊！4点半呢，我仨马上就脑出血了，还在这大狗治水呢。就是我只能感慨一句：人间有爱，但水火无情啊！豆腐做好了，我奶都起床了，给我奶拿一半，那一半我得回家供去了。我是10000个想不到啊！我仨是头天早上9点见的面，打进屋就闷头磨豆啊。吃上这碗豆腐脑的时候，我抬头一看，我外面天亮了。我最近不是做了好多自制的东西吗？但是翻车的太多了，我怀疑这个房子 Wind Water 不行，所以密谋了好久，决定搬个新家。但是这仨活爹搬公司怕碎，多数都不接，路程其实就10几公里，我决定拿手推车给他推过去，就当团建了。完怕路上饿，还做了不少蛋堡，肉馅放的这个乌江千盐榨菜，升级减盐30%，提味增鲜，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。然后我们现在住这个房子吧，是6楼的楼梯房，这仨爹加起来得有500多斤，完还没个拎手。下楼下了6个小时，我上一次因为下楼直不起腰，还是在7年前，那年我他妈下了个泰山。完绑完酒，我们就上路了。路上好多人问，这是要出夜市呀，还是要出国呀？然后推了3个小时，就遇到了这次搬家的最大难题，就是跨江。我们需要把这800多斤搬上桥，但是使出了吃奶的劲儿，发现它根本就一动不动。完说先吃点饭吧，就在道边支了个齐齐哈尔 BBQ。我发现烤肉加榨菜这个搭配挺绝，吃的特别开胃，而且小小方便，妥妥出行必备。但吃完饭发现还是抬不动，就开始找朋友，给通讯录都要翻出火星子来了。这段实在是太燃了。半夜11点多，除了我那几个活该倒霉的哥们，还有好多特意赶来帮忙的粉丝，甚至还有个哥们跟对象吃饭呢，给对象扔着了，自己打车过来的。这10几个人少一个，我们可能都上不去这个桥。如果有记载的话，这一定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特别伟大但没什么用的奇迹。后来感谢了各位爸爸，但余生的路我们还得自己走。有个哥们给留了个拖车绳，这算救了大命了。过桥的时候，上坡就拖着走，下坡就推着走。虽然中间推车抛锚了几次，但还算顺利。然后就一直那么走啊，感觉这一宿给身高磨没2厘米。后来遇着个出来晨跑的大爷，他说：“你们这是要去西藏吗？”我心说西藏在哪儿我是不知道了，但西天可能是越来越近了。等走到新家的时候，天都亮了。巧合的是，这边也没有电梯，我们就这么一蹬一蹬往上挪呀，感觉每使一次劲儿都在脑淤血的边缘。最后用了2个小时才给他仨整上来。这3瓶酒到家一滴都没洒，要感谢的人太多了。我们现在虽然喘气儿都困呢，但还是想先给大伙磕一个。完稍微收拾了一下，房东说在露台给我们留了个惊喜。我走着就发现这爹给我们留了个10年的，我服了，他居然管这玩意儿叫惊喜。